有缘人。其实对于灵性高的女人，过情关是上天送你的一份厚礼。就是过情关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一般会经历3个阶段，或者叫做3次生命的蜕变。第一个阶段通常是想不通、不接受、不甘心，你会刨根问底的去究竟原因，你会不停地问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为什么会是我，为什么他要对我这个样子，就是你完全陷入到这个事情的是非、对错、好坏之中，然后你还伴随着很多的自责、懊恼、抱怨，甚至是想有一种报复的冲动，就是你深陷在情绪的那个泥潭中无法自拔。那么这时候就很容易来到了第2个阶段。第2个阶段我把它叫做信念的崩塌。在这个时候，你也许会经历到社会的黑暗或者人性的黑暗面，比如你会经历到身边至亲的人或者最爱的人的背叛，或者是由于你自身的原因遭受了一些重大的变故，这些都会让你的3观或者是信念产生巨大的动摇，就是你之前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感，你对未来的、对人生的这种希望的憧憬的这些支撑，你精神层面的这些东西会逐渐的瓦解。即便这个阶段你有了很多的深刻的思考，但是这些思考通常是负面的影响大于正面的影响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从好奇变成了质疑，从相信变成了不敢相信。你会觉得你自己看得越清楚反而越痛苦，反而那个状态会越差，就是你会对这个整个的世界或者是人生，你会产生一种无力感或者虚无感，你甚至会对一切失去了兴趣，你会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人来这一遭干嘛？人活着就是为了受苦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很多人其实都会被卡在这个阶段，而且经过很多年、很长时间都不一定能走出来。但是如果这时候你能够有这样一个领悟，你能够明白情观它实际上是对你一种灵性的保护，它其实是来帮助你来降低对外界过高的依赖、过高的期待和过多的欲望。过情观是没有办法向外求的，它一定是要从向外转向内，它其实是来帮助你进入一种向内探索的一个新的时刻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当你一旦向内看的时候，你就会逐渐地打破那个旧的自我，并且在旧的自我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自我。这个时候，你的灵魂就苏醒过来，就是真正的觉醒过来了。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的艰难的，我们又把它叫做灵魂的暗夜。当你穿过了这个灵魂的暗夜之后，你这时候就来到了第3个阶段。第3个阶段叫做开悟升维。来到了这个阶段以后，你会对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，对爱情和婚姻的本质，对人生的意义和因果，对灵魂和人性的底色，你有了自己全新的思考和认知。你会在过去的那个崩塌的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一座坚不可摧的、独一无二的、
只属于你的王国。在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原来你才是你人生的主人，原来你本自具足，原来你就是爱和光本身，并且在这个时候你还会涌现出很多的慈悲心，就是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，射向你的冷箭，在你的内心绽放出了一朵心灵之花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内心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且自在，你才能对过去的那些所有的东西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和解。情节是来度你觉醒的，度你的人必然伤你最深，因为他们是你此生最重要的镜子，他们是老天安排来唤醒你的人。然而我们很多人在亲密关系中反复的受伤，沉溺在那个受害者的心态，久久走不出来，却忘了在这长苦的背后，实际上是你觉醒的良机。爱情的真相是什么？爱情的真相是在被欲望驱动下的业力的纠缠。你再看看这个爱里面，它包含了些什么？无非是贪嗔痴、占有欲、控制欲、索取、抓取、不安等等等等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，爱情它确实是给你带来的快乐，但是这个快乐是短暂的，是稍纵即逝的。同时伴随着这个爱，它还给你带来的痛苦，比如恐惧、焦虑，甚至怨恨。我们很多人总在幻想一段理想化的爱情，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长长久久地拥有下去，我们就可以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可是你忘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无常。当我们不断地向外攀援，向外索取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忘了这个世界其实除了你之外，它根本没有别人。一切的外在其实都是你内心投射出来的，所有的关系其实本质上都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。即便是那个曾经让你奋不顾身付出一切的那个人，他也不过是你内心投射出来的弥补你内在匮乏的那个像而已，那个角色而已。真正让我们痛苦的从来不是和某个人的某段关系，而是你内心的执念。所谓的情结，一念执着便是一劫，一念放下即是重生。当你有了这个深刻的觉察之后，当你不再向外界执着抓取的时候，当你不再向外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苦苦追求的真爱，它从来就在你的内在。原来你本自具足，那么这个时候，所有的痛苦就会自动的瓦解，而喜悦、自在、圆满、丰盛就会从你的内心源不断的流淌出来。过情关不只是单单的去过情感这一个关，更不是什么上岸先斩意中人。真正意义上的过情关，它其实是需要过3个状态。第一关是情绪关。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会陷入一种麻木的状态。我们的情绪是一条直线，非常的平稳，没有什么大喜大悲，好像一切东西都是一句话无所谓，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一种稳定的一种状态。情绪是一条直线，没有什么起伏，我们把这种状态叫做情绪稳定。
但其实是错的。很多人其实是在追逐着一种情绪稳定的状态，但凡在感情当中患得患失一点，暴躁一点，没有安全感一点，都觉得是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，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，不应该有这样的状态。你越是压制这种情绪，这种情绪越会反噬你。但真正的过情绪关是打开，你得像个人，你要恢复人的这种本能的感知。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电影，它让你很悲伤，我能够短暂地沉浸在这种悲伤当中，我能够去共情这一部电影，该哭就哭，想到一些不好的回忆就想到一些不好的回忆。我看到亲情的电影，我觉得很感动，我想到了我的外公，我想到了我的外婆，我想到我的爸爸妈妈，然后我打个电话给我爸爸妈妈，我很爱你们，我很感动。我至于说我男朋友给我买了一个小礼物，我很开心。我不会再去思考我是不是表达我的爱情会显得我很卑微，我不会再去想这些，我大大方方释放自己的情绪。所以真正的过情绪关是能够去接纳自己情绪的多元化。你只有不断地去打开自己的情绪，你才能够忠于自己的情绪。当你忠于自己情绪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意义上的用情绪，用感受来判断一件事情，自己是要还是不要，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。只有这样一来一回，你的内在才会真正的平静，你的力量感才会逐渐建立。如果现在你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，或者说你处于一种极端的状态，那么可以多出去接触大自然，去打开自己的五感。第二关是情商上。其实情商并不是说你要多么会说话的技巧，你要多么会去说漂亮话，去讨好别人。情商其实就是你把自己的情绪用商量的口吻说出来，不管是好的情绪，幸福的情绪，还是不好的情绪，悲伤的情绪，你都能够用商量的口吻说出来。比如说周末的时候，我想让男朋友陪我去看个电影，吃个饭。宝宝，这个周末我想你陪我去看个电影，吃个饭可以吗？好吗？行吗？你要给他一个打开的窗口，你表达你的想法，你表达你的情绪，但同样你得让他有的选，这就高情商。第二个是负面情绪，我能不能够很平静地去表达？比如说，宝宝，你今天不回我消息，你今天怎么样，让我有点难受，让我不舒服，你下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提前告诉我？当我们能够用商量的平静的语气去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对别人减少攻击性。只有我们自己对别人的攻击性减少了，别人对我们的攻击性也会减少。第三关就是情欲关，只有真正的过了情欲关，才是完整的度过了情关，才能破茧成蝶。情欲关它最重要的能力是拒绝你，它有3个小点。第一个点就是克制本能，其实恋爱它就是一种化学反应。我看到这个男生，
他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，他都很优秀。然后我们两个人又聊得很来，我们又有很强的情绪价值，交互精神也可能会同频，往往都会因为这个点而非常的上头。那我们真正要去克制的地方，就是在我最上头的时候，我能不能慢下来，我能不能拉长一点点时间轴，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更好的去了解、接触和体验，让我去看到一个真实的他，同样的也让他看到一个真实的我。我一直认为，爱情它只有在理性和感性同时指向这个人的时候，这一段关系它才会更加的稳定和牢固。第二个小点是学会自救。从吊桥效应的角度来讲，人在生命状态不好、能量状态很弱的时候出现的任何一个人，你都感觉他是带着光的白马王子。但是从爱情、从人性的角度来讲，爱情它本身就是一个互相偷能量的过程。人永远只会为美好的事物而来，没有谁天生就想当英雄，没有谁天生就想当救赎者。所以我在最无力，我在最需要一个人拉我一把的时候，我能不能不朝外面伸手？我不需要别人拉我，我要自己把自己从深渊里面拉出来，直到我有好的生命状态、好的能量，再去进入一段关系。只有你自己拥有了这种黑色的生命力的时候，你在感情当中你才能够有能量和底气去创造爱和发现爱。第三小点就是我知道你很优秀，你对我也很好，但是我们不合适。一个人的内在力量一定不是你取得过多少的成就，获得过多少美好的东西，而是你到底推开过多少美好的但不适合你的人和事。你能够去抵挡这种诱惑，你能够不被动地进入感情，你能够通过自己的标准去主动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、自己想要的人和事的时候，你的主体性才会强。所以当我们能够接纳情绪、表达情绪、坚守自己的本心的时候，你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过了情关。如果一个女生用佛家的智慧来修炼自己的爱情，修炼自己的心智，就会醍醐灌顶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佛家的5大核心智慧，帮助你实现内心的平静与觉醒。第一，缘起性空。它讲的是万物因缘而生，因缘而合，但任何事物它都有不确定性，会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。这种思想我们放在感情当中，我们可以理解为爱情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它是一种化学反应，太刻意太用力换来的，很难生出合适的爱。但是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人类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修自己的生命力，修自己的能量，修自己的耐心。你状态好，你吸引来的是来保护你的、爱你的人；你状态不好，吸引来的全是来占你便宜的人。但同时感情它本身是流动的，它不会保持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信。所以我们需要做好一个心理建设，爱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
在不同的阶段之下，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相处模式。如果走着走着走散了，那就是缘尽了。不是你不够好，也不要轻易的去否定自己，接受变化，接受无常。第二，无我，他讲的是破除自我的执着。这种思想放在感情当中有2层理解。第一层是从无中生出我，我们之所以会欣赏一个人，会爱一个人，大多数都是因为对方身上有我们不具备的能力，或者对方能够去填补我内心的某一部分缺失。比如说你没有主见，他有主见；比如说你情绪不稳定，他的情绪稳定。所以我们会本能地希望对方来补自己的短。所谓无中生有，是透过他看到了我自己的不足。这个男人他身上有哪一些点是让我迷恋的，那我就去模仿，去学习，去超越，让他成为我自己身体里的一部分，来消除执念。第二层就是不强行控制对方和不强求一个结果。在感受到爱的时候，不去做，不去试探，不去怀疑，不要在被爱的时候去寻找不爱的证据，也不要去臆想未来会发生什么。在感受不到爱的时候，不要去自证，去寻找他曾经爱你的证据，以当下真实的感受为标准，顺其自然，过程就是结果。第三，中道，他讲的是人要避免极端的苦行和放纵的享乐，主张平衡的生活态度。这种思想放在情感当中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，就是人特别容易陷入一种极端化的思维。比如说，我是一个付出型的人格，我在上一段感情当中，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，也真诚坦诚地去对待过他，深深地爱过他，但是结果并不好，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，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那么很多人就会走入另一个极端，在面对下一段感情的时候，我不再付出了，我也不再打开了，我不再对一个人真诚坦诚，我只想索取，你必须以我为中心。但其实他就算得到了，他也不会真的快乐，因为他不能真正的做自己，他在改变自己的人格底色。所以最正确的做法就是，我依然要保持我自己的这种付出意识，但是我会设立一个标准，我付出到我不开心，我就不付出了，我付出到我觉得超负荷了，我就不付出了，我付出到我心不甘，我情不愿的时候，我就收回我的爱了。那么相反，如果你一直都是被爱着的，被爱包围着的，不要觉得这是自己的魅力，也不要觉得这是这个男人的义务。你要清晰地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无条件地爱着你，你在享乐的过程当中，他其实也期待着你积极的回应和热烈的反馈，他也需要被看见，他也需要被爱着，所以你更加需要礼尚往来。任何一种极端之下的产物，它其实都是错的。在黑与白的世界当中，找到无限度的灰，那就是幸福的区域。第四，八正道，
在八正道当中有讲到过正念和正行，也是对因果律最完美的诠释。正念放在情感当中，其实就是起心动念。恋爱的动机非常重要。如果我自己身处低谷，生命力很颓废，那么我在寻找的就是救赎，是一道光。我的起心动念是索取，那么拯救你的会是他，同样把你推向深渊的也是他。细品一下这句话，但如果你就是喜欢他，非常纯粹的喜欢他，没有太多的杂念，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，带着善意走向他，不带着强烈的得失心，不计较，你就会激发他的善，同样的你也能得到他的善。正行，它放在情感当中，其实就是主动付出，主动创造。爱一个人的本质就是付出和牺牲。可能很多人会跟我杠，我为他付出过，牺牲过，到最后换来的是他的背叛，是他的漠视，是他的伤害。但这就是佛家因果律的大智慧。你的付出，你的善良，是为你自己种下的因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一段感情当中，在这个人身上去开花结果，但未来一定会在其他人或者其他事身上开出花，结出果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你今天所有的付出，所有的善举，都是在赚取自己对自己的尊重，自己对自己的认可。你是在为自己积攒善缘。第五，离苦得乐，它讲的是要戒断贪嗔痴，消除欲望，达到解脱烦恼。这种思想放在情感当中，其实就是内观自省，降低对别人的要求和期待。我觉得亲密关系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我可以了解到自己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，也就是认识不同情境下的我自己。破情关，破到最后你会发现问题之所在，跟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没有关系。对方可以很好，也可以很坏，可以很卓越，也可以很平庸，可以非常非常的爱你，也可以不爱你。但重点是这些东西全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够在这一段关系当中照见出怎样的自己，你能够看到自己心中多少的贪嗔痴，能够修掉多少执念，破掉多少的自恋，以及能不能一次比一次更加明白明心见性究竟代表着什么，然后你才会切实地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、问题、矛盾，其实本质上都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。所以佛家修心修的是平常心，为善不执是平常心，逆境不烦是平常心，付出不得是平常心，分离不惧更是平常心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回复一句穿越情节，涅槃新生。愿你在爱的幻灭里领悟到真正永恒，愿你终有一天层层破响，只见本心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
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